第一课，讨价还价购物。安娜你好，我刚刚花了$15买了这件漂亮的夹克，真是偷东西，对吧？嗨，约翰，哇，这太棒了！你在哪里找到的？我偶然发现了市中心的一家旧货店，他们进行了清仓大甩卖，我无法抗拒这个价格。太不可思议了！旧货店通常以实惠的价格出售隐藏的宝石。购买前你检查过质量了吗？绝对可以，我彻底检查了这件夹克，确保它状况良好，没有明显的缺陷。好主意，重要的是要确保物有所值，即使它很便宜。你试过了吗？是的，我做到了。试穿对于确保这件夹克合身，且看起来很讨人喜欢至关重要。这很聪明。试穿衣服可以帮助您避免失望，并确保合身。你检查过其他折扣了吗？是的，我问收银员是否有额外的折扣。幸运的是，正在进行的促销活动给了我额外10%的折扣。太棒了！总是值得一问的是否有额外的折扣或促销活动。有寻找超值优惠的小贴士吗？提示之一是留意季节性销售或清仓活动。此外，订阅时事通讯或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商店，可以帮助您及时了解折扣和特别优惠。很棒的小贴士，了解销售和促销活动可以帮助您在享受购物体验的同时省钱。恭喜你的惊人发现！谢谢，我对我的购买感到非常兴奋。这表明，只要有一点耐心和运气，你就能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优惠。也祝你购物愉快。第二课，克服对公开演讲的恐惧。嗨，安娜，在公开场合讲话是我很难解决的问题。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这种恐惧吗？嗨，约翰，公开演讲可能具有挑战性，但是通过练习和一些技巧，你绝对可以克服恐惧。一种方法是从小规模开始，加入公开演讲小组。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想在支持性的环境中练习可以帮助建立信心。你自己尝试过吗？是的，我有。起初加入公开演讲小组很艰难，但这是直面恐惧和提高口语能力的绝佳机会。这很鼓舞人心。走出舒适区需要勇气。你有没有发现任何有助于控制焦虑的具体策略？绝对可以。对我有帮助的一种策略是在说话之前进行深呼吸练习，它帮助我放松身心，专注于当下。这是一种有用的技术。深呼吸可以安抚神经，带来清晰感。你还有其他适合你的技巧吗？可视化是另一种对我很有用的技术。我会想象自己充满信心地发表成功的演讲，并获得积极的反馈。可视化听起来很强大，创造积极的心理形象可以增强自信心。您是否从经验丰富的演讲者那里收到任何反馈或指导？
是的，我向小组中经验丰富的演讲者征求了反馈，他们的建设性批评和指导帮助我确定了需要改进的领域，并成长为演讲者。太棒了！接收经验丰富的演讲者的反馈可以提供宝贵的见解。你还在小组会议之外练习过吗？绝对可以。小组会议之外的练习至关重要。我会在镜子前排练我的演讲，或者录制自己的演讲，以确定需要努力的领域。在镜子前练习或录音自己听起来像是提高口语技巧的好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注意到任何进展了吗？当然，通过持续的练习和坚持，我逐渐对自己的公开演讲能力变得更加自在和自信。太棒了！听到你是如何克服恐惧并提高演讲者水平的，真是令人鼓舞。感谢您分享您的见解和技巧。第3课，选择合适的笔记本电脑。安娜你好，我在市场上买一台新笔记本电脑，你有什么建议吗？嗨，约翰，当然，我可以帮忙。您的具体要求和预算是什么？我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来工作和休闲，功能强大但便携的东西。我的预算在$1000左右。这是个不错的预算。我建议考虑使用具有快速处理器、充足内存和固态驱动器的笔记本电脑，以获得更好的性能。不错的积分。我还需要一台电池续航时间长的笔记本电脑。我经常远程办公，需要它持续一整天。绝对可以。寻找具有耐用电池和节能处理器的笔记本电脑，它将确保您随时随地保持工作效率。很棒的建议。我也喜欢在空闲时间玩游戏。你认为我应该考虑一台游戏笔记本电脑吗？如果游戏是优先事项，那么游戏笔记本电脑将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它们通常具有专用的显卡和高刷新率显示屏，以增强游戏体验。这听起来很有希望。您有提供可靠笔记本电脑的特定品牌吗？一些以其优质笔记本电脑而闻名的知名品牌是戴尔、惠普、联想和华硕。您可以浏览他们的产品并阅读客户评论以获取更多见解。谢谢你的建议，我一定会研究这些品牌。还有其他我应该考虑的功能吗？值得根据您的喜好考虑显示屏尺寸和分辨率。另外，请检查 USB、HDMI 和 SD 卡插槽等端口的可用性。好主意，我一定要检查连接选项。还有什么我应该记住的吗？别忘了考虑制造商提供的保修和售后服务。如果出现任何问题，获得可靠的支持总是件好事。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拥有良好的客户支持可以节省很多麻烦。感谢您的宝贵建议。第4课，问路。嗨安娜，现在对不起，这是去博物馆的正确方法吗？嗨，约翰，不，对不起，你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
博物馆实际上在向东2个街区。哦，我明白了，谢谢你告诉我。你能给我一些去那里的路线吗？当然，转身后，向前直走2个街区，然后在十字路口右转，博物馆将在你的左边。明白了，所以我需要转身，直行2个街区，然后右转。博物馆会在我的左边，对吗？这是正确的，你明白了。如果您在寻找时遇到任何困难，请随时询问其他人。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真的很感激。我很高兴能参观博物馆。不客气，我很高兴能帮助你。博物馆是探索的好地方，祝您光临愉快，度过愉快的时光。我会的，再次感谢您的指导，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第5课，准备出国留学。嘿，我开始对出国留学感到紧张了。嘿，感到有点紧张是很自然的，但是出国留学可能是一次了不起的经历。具体是什么让你感到紧张？我担心要适应新文化并在国外交朋友，感觉有点让人不知所措。我明白你的感受，请记住，许多其他人将与您处于相同的情况，这是结识新朋友和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的确如此，我会尽量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这种体验。你有什么在新国家交朋友的秘诀吗？绝对可以。一个秘诀是加入社交活动或俱乐部，在那里你可以结识志趣相投的人，这是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好方法。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一定会寻找符合我爱好的俱乐部或团体。还有其他建议吗？另一项建议是对文化差异持开放态度，对了解他人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当你尊重他们的文化时，人们会很感激。我会记住的。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互动时，尊重和好奇心至关重要。我很感激你的建议。不客气，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新的体验很重要。你还有什么要担心的吗？好吧，我也担心语言障碍。英语不是我将要学习的国家的母语。这可能具有挑战性，但请记住，语言技能会随着练习而提高。尝试让自己沉浸在当地语言中，并充分利用语言学习资源。的确如此，我会努力定期练习语言，寻找语言交流机会，它能帮助我更好地沟通。当然，练习是关键，不要害怕犯错误，因为它们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拥抱这段旅程。谢谢你的鼓励，我会尽我所能保持积极的心态，抓住这个激动人心的机会。你的支持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不客气，
我在这里为你提供每一步的支持。请记住，出国留学是个人成长和难忘经历的机会。感谢你的支持，我现在感觉更自信了。我迫不及待地想开始这次新的冒险，并开阔我的视野。这就是精神，拥抱冒险，你将带着美好的回忆和更广阔的视角回来。祝你好运！谢谢，我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我会随时向你通报我的出国留学旅程。小心。第6课，规划差旅费用。安娜你好，我正在考虑即将到来的旅行的费用。我将开始研究航班、住宿和签证要求。嗨，约翰，这是个好主意。提前研究将帮助您做出明智的决定，并有效地管理差旅预算。绝对可以。我想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找到负担得起的航班。有获得超值优惠的小贴士吗？当然，一个建议是灵活安排旅行日期。有时，在工作日或非高峰季节飞行可能会导致票价降低。这是有道理的。我将保持灵活的旅行日期，并探索不同的选择。那住宿呢？关于寻找负担得起但舒适的住宿地点有什么建议吗？当然，考虑通过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的可靠网站或应用程序预订住宿。此外，请阅读以前的房客的评论，确保质量符合您的期望。好主意，我会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阅读评论，以找到合适的住宿。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签证。我该怎么做？签证可能因您访问的国家而异，查看大使馆或领事馆的官方网站，了解有关签证要求的准确信息，尽早开始申请流程，以避免在最后一刻出现任何延迟。我一定要去官方网站查看签证要求。提前计划将使我有足够的时间收集所有必要的文件。没错，必要时必须准备好所有必须的文件，例如护照复印件、住宿证明和财务报表。我将收集所有必须的文件，并使它们井井有条。为了确保签证申请流程顺利进行，必须拥有一切。绝对可以。做好充分准备可以节省您的时间，并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压力。你有没有考虑过为旅行设定预算？是的，我计划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预算，涵盖所有费用，包括交通、住宿、膳食和观光。它会帮助我保持正轨。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请记住，为旅行期间可能出现的意外开支或紧急情况分配一些额外的资金。我一定会考虑一些额外的资金来应对突发情况。做好准备总是更好的。谢谢你的提醒。不客气。提前计划并注意开支将有助于您在不超支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行程。还有其他疑虑或问题吗？目前不是，感谢你的指导和见解。
现在，我对处理旅行的财务方面更有信心了。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帮助，请随时联系我们。祝您度过一段美好且经济实惠的旅程。非常感谢。如果我需要更多信息，我一定会联系的。我很高兴能踏上这次冒险之旅。小心。第7课，继续旅程。安娜你好，我很高兴能继续这段英语学习之旅。到目前为止，这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嗨，约翰，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学习一门新语言确实是一段令人兴奋和充实的旅程。你目前专注于英语的哪个方面？现在，我正在努力提高口语能力和扩大词汇量。我希望能够更流利地表达自己。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为了提高口语能力，可以尝试与母语为英语的人进行对话，或与语言交流伙伴进行练习。与母语人士进行对话听起来像是一种很好的练习方式。我还会确保找到一个语言交流伙伴来定期练习。这是个很棒的计划。通过定期练习口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自信心和流利度将得到提高。不要害怕犯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我会记住的。犯错误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我会把它们当作成长的机会。你有什么扩大我的词汇量的小贴士吗？绝对可以。扩大词汇量的一种有效方法是阅读。尝试阅读您感兴趣的主题的英语书籍、文章，甚至在线博客。用英语阅读书籍和文章是有道理的。它不仅可以帮助我学习新单词，还可以让我接触到不同的写作风格和想法。确切地说，另一个技巧是记一本词汇日记。每当你遇到一个新单词时，把它连同它的含义和用法写在句子中。写一本词汇日记是个好主意，它将帮助我复习和强化我遇到的新单词。我将从现在开始这样做。太棒了！在语言学习方面，一致性是关键。养成定期复习词汇的习惯，以确保留住词汇量。我会确保与我的词汇复习保持一致。重要的是要强化我所学的知识，才能让它坚持下去。你还有其他推荐的策略吗？另一种有效的方法是用英语看电影、电视节目或收听播客。它使您接触到自然的语音模式，并有助于提高您的听力技能。用英语看电影、电视节目和听播客听起来很愉快。这是让自己沉浸在语言中并训练我的耳朵更好地理解的好方法。绝对可以。学习应该是愉快的，使用娱乐资源可以使学习过程更加引人入胜和有效。你考虑过上语言课程或课程吗？我已经考虑过了。参加语言课程或课程可以提供结构化的指导和练习机会，这绝对是我正在考虑的事情。很高兴听到。
语言课程可以提供坚实的基础，帮助您更快的进步。他们经常提供互动活动和与其他学习者互动的机会。互动活动以及与其他学习者互动的机会将是有益的。与处于相同语言学习旅程的同龄人一起练习总是有帮助的。绝对可以。与其他学习者合作可以提供一个支持性和激励性的环境。请记住，学习一门语言是一段持续的旅程，所以请尽情享受这个过程。我会记住的。享受这个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庆祝小胜利，将使我保持动力。感谢您的指导和鼓励。不客气。学习一门语言需要时间和精力，但这是一段有意义的旅程。我是来支持你的，所以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请随时联系我们。感谢你的支持，知道我有个人可以求助，这段旅程变得更加精彩。让我们一起继续学习和成长。第8课，早上的例行程序。嗨，安娜，我7点钟醒来，那你呢？嗨，约翰，我在6点30分醒来。早上醒来的时候，你会先做什么？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伸展身体，喝一杯水来唤醒我的身体，它让我感到精神焕发。你呢？这是开始新的一天的好方法。我通常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床铺，它给了我一种成就感和整洁感。整理床铺是个好习惯，它为当天定下了积极的基调。之后，我喜欢刷牙和洗脸。注意口腔卫生和使脸部清新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你感觉干净，为未来的一天做好准备。你马上吃早餐了吗？不，我没有立即吃早餐。我通常喜欢做一些早操，或者去快速散步，以呼吸新鲜空气。这是一种健康的习惯。晨练或散步可以激发你的活力，让你的身体动起来。我更喜欢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吃早餐。一醒来就吃早餐是个好习惯，它为你提供了开始新的一天所需的燃料。你平时早餐吃什么？我通常会吃一碗装有水果的燕麦片和一杯茶，这是开始新的一天的一种营养丰富、令人满意的方式。你呢？早餐时，我喜欢吃炒鸡蛋配全麦吐司和一杯咖啡，它给了我很好的能量提升。你在早上计划好一天吗？是的，我愿意。早餐后，我喜欢花几分钟来计划当天的任务和优先事项，它可以帮助我保持井井有条和专注。早上计划好一天是明智之举，它设定了明确的方向，并确保您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你还有其他的早间仪式吗？我喜欢的另一个早晨仪式是花几分钟冥想或练习深呼吸，它可以帮助我放松身心，为一天树立积极的心态。进行冥想或深呼吸是开始新的一天的好方法，它可以给你的头脑带来平静和清晰。你还有其他早上的例行活动吗？我觉得另一个有益的习惯是在早餐时读几页书或听播客，
它能激发我的思维，让我学习新东西。早餐时阅读或收听播客是一种很棒的习惯，这是利用早上时间的一种有效方式。完成早上的例行活动后，你的感觉如何？完成早上的例行活动后，我感到精力充沛，为第二天做好了准备。它定下了积极的基调，帮助我以正确的脚开始新的一天。你呢？我也有同样的感觉，遵循早上的例行活动使我感到更加专注，随时准备应对所遇到的一切。这是开始新的一天的好方法。第9课，技术的力量。安娜你好，你有没有想过科技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嗨，约翰。当然，技术在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体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这是真的。从我们醒来的那一刻到上床睡觉，科技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影响如此之大。当然，我们依赖技术来进行通信、信息、娱乐等等，它改变了我们生活和与世界互动的方式。我完全同意。以智能手机为例，它们已成为我们不变的伙伴，使我们能够保持联系并访问大量信息。智能手机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我们可以及时与全球各地的人们建立联系，发送消息，拨打电话，甚至进行视频聊天。科技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小，这真是令人着迷。只需在我们的设备上轻点几下，我们就可以虚拟的旅行，探索不同的文化并了解不同的视角。绝对可以。互联网开辟了广阔的知识和机遇之海，我们可以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研究任何主题，参加在线课程并扩大视野。这就是科技之美，它使学习变得更容易和更方便。从教育网站到语言学习应用程序，我们有丰富的资源触手可及。说到语言学习，技术确实改变了我们的学习方式。现在，我们可以访问语言学习平台，使用语言交换应用程序进行练习，甚至可以与母语人士进行虚拟对话。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技术如何使语言学习更具互动性和吸引力。我们可以收听播客，观看视频，甚至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语言助手来练习和提高我们的技能。绝对可以。科技也彻底改变了娱乐业，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直播电影，狂看电视节目和发现新音乐，它成倍地扩展了我们的娱乐选择。娱乐选择无穷无尽，我们可以享受身临其境的游戏体验，收听有关各种主题的播客，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创建和分享我们自己的内容。社交媒体确实已成为自我表达和联系的有力工具，我们可以与全球受众分享我们的想法、经验和创造力，在此过程中建立有意义的联系。科技如何改变了我们的表达方式？这真是太了不起了！我们可以通过文本、图像、视频甚至直播来创建和共享内容，它让每个人都有发言权。确实，科技放大了我们的声音，
使我们能够为全球范围的对话和讨论做出贡献。它实现了信息的民主化，并赋予了个人权利。科技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它带来了便利、连接性和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很幸运能生活在这个数字时代。绝对可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它将进一步塑造我们的未来。想想未来的可能性以及它将如何继续影响我们的生活，真是令人兴奋。我完全同意，我们应该接受和适应这些技术进步，同时也要注意它们的影响。这是一段持续学习和成长的旅程。说得好，让我们继续探索和利用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力量，充分利用科技的好处，同时成为负责任的数字公民。绝对可以。科技开辟了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我们有责任明智地驾驭它，让我们充分利用它，继续共同学习和成长。第10课，零售疗法。嗨，安娜，我最近一直想疯狂购物，你呢？嗨，约翰，这里也一样。零售疗法可以让人恢复活力，让我们一起计划一次购物之旅。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探索不同的商店，为我们的衣橱找到一些新品。绝对可以。浏览最新的流行趋势并试穿不同的服装会很有趣。我特别想买一些新衬衫，也许还有一件时尚的夹克。你想买什么？我需要一些新牛仔裤和几件百搭上衣。在衣柜里放一些必备单品总是件好事。当然，拥有多功能服装可以让我们毫不费力地混搭在一起。我们可以用几个关键部件来制作各种服装。这就是精心策划的衣橱的美妙之处，它可以节省时间，并使早上穿衣服变得更加容易。绝对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能够反映我们个人风格且可以以不同方式佩戴的单品。质量胜于数量。我完全同意。投资优质服装可确保耐用性和使用寿命，这是一种更可持续的时尚方式。可持续性绝对是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支持优先考虑道德和环保做法的品牌至关重要。绝对可以。我们可以通过选择符合我们价值观并提倡负责任的时尚的品牌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还认为值得探索当地的精品店，并为小型企业提供支持。他们经常提供独特而独一无二的作品。我完全同意。当地精品店提供更加个性化的购物体验，并且经常有隐藏的宝石等待发现。找到能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的独特东西，总是令人兴奋的。它为你的风格增添了一丝个性。绝对可以。时尚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形式，寻找能引起我们共鸣的作品是展示我们个性的好方法。我对我们的购物之旅越来越兴奋了。我们可以度过一天，吃午饭，探索该地区的不同商店。
听起来棒极了，这将是了解情况、享受乐趣和沉迷于购物疗法的绝佳机会。我完全同意。重要的是要花点时间来享受购物和与朋友共度时光等简单的乐趣。绝对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在生活中找到平衡，拥抱带给我们快乐的事物。说得好，让我们尽快计划这次购物之旅，让它成为充满时尚、欢笑和好伴侣的难忘的一天。我很期待，这将是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做一些时尚的发现。当然，这将是一次购物冒险，我等不及了。第11课，杂货店购物。嗨安娜，我刚从杂货店购物回来，猜猜我买了什么？嗨约翰，我很好奇，你从商店里得到了什么？我买了鸡蛋、牛奶、面包、鸡肉和一些零食。我想我已经为本周做好了准备。这听起来像是一份全面的购物清单，你已经涵盖了所有必需品。绝对可以。重要的是要有各种各样的食材来在一周内准备不同的饭菜。我完全同意，储备充足的储藏室可以让厨房更具灵活性和创造力。的确如此，我喜欢尝试不同的食谱，手头有各种食材会更容易。尝试新的菜肴和口味总是很有趣，烹饪本身可以是一次冒险。我完全同意，这是探索不同美食和扩大我们烹饪视野的好方法。说到零食，你得到了什么？有最喜欢的吗？我买了一些薯条、坚果和巧克力棒，在那些纵情的时刻吃点零食真是太好了。绝对可以，时不时的放纵一点完全没问题，一切都与平衡有关。的确如此，享受生活中的小乐趣很重要，比如美味的零食。当然，拥有储备充足的储藏室意味着我们无需跑到商店就能满足我们的渴望。便利是关键，我喜欢把我需要的一切都放在家里，这样我就不必经常去杂货店了。它节省了时间和精力。此外，批量购买或提前计划更具成本效益。我同意，计划膳食和列出购物清单可以帮助我保持井井有条，避免冲动购买。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它可以减少浪费，并确保您拥有膳食所需的一切。绝对可以，这是一种谨慎的杂货店购物和烹饪方法。顺便问一下，你有新鲜农产品吗？这对于均衡饮食至关重要。是的，我买了一些水果和蔬菜，它们富含营养，为我的饭菜增添了新鲜感。太棒了！在饮食中加入各种水果和蔬菜对整体健康很重要。我完全同意，
这一切都是为了用有益健康的食物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好吧，听起来你的厨房储备充足，享受未来一周的烹饪和膳食。谢谢，我很期待用我买的食材尝试一些新食谱。太棒了！烹饪可以是一种有创意和有益的体验，享受其中的每一刻。我会的，谢谢你的聊天。现在，我最好开始准备一顿美味的饭菜。第12课，在路上。嗨，安娜，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有驾照吗？嗨，约翰。是的，我确实有驾照。几年前我明白了。太棒了！拥有驾照可以让你自由旅行和探索新地方。绝对可以。有驾驶能力很方便，而不仅仅是依赖公共交通。我同意，它可以节省大量时间，使通勤变得更加容易，尤其是长途通勤。当然，此外，拥有驾照可以开启需要开车的工作机会。的确如此，许多职业，例如送货司机或销售代表，都需要有效的驾驶执照。这是一项宝贵的技能，它增加了你的多功能性，可以改善你的职业前景。我能想象。顺便问一下，你现在有驾照吗？当然，就是这样。我开车时一定要随身携带。那是你的责任，请务必准备好您的许可证，以备需要出示时使用。绝对可以，这是一项法律要求，有助于维护道路安全。我完全同意，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对每个人的福祉至关重要。这一切都是为了成为一名负责任的司机，遵守规则，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当然，驾驶车辆时，安全应始终是重中之重。顺便问一下，你对正在学习开车的人有什么建议吗？当然，一个重要的提示是在不同的驾驶条件下定期练习，例如不同的天气或交通情况。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贴士，它有助于建立信心，为道路上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另一个提示是保持专注，避免在开车时分散注意力，例如使用手机或吃东西。绝对可以，分心驾驶可能很危险，并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在变道之前，请务必记得使用转向信号灯并检查盲点。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正确的信号和检查盲点可确保平稳安全的车道变更。最后，请务必遵守限速并注意周围的环境，保持警惕，预测潜在危险。明智的建议，注意自己的速度和周围环境有助于预防事故并促进负责任的驾驶。好吧，
感谢你分享你的驾照和聊天，在路上成为负责任的司机很重要。第13课，家居装饰。嗨安娜，我今天在客厅找到了一幅五颜六色的画，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有趣的补充。我还应该寻找什么？嗨约翰，一幅色彩缤纷的画绝对可以为你的客厅增添活力。你也可以考虑为你的沙发买一些装饰枕头。好主意，装饰枕头可以增添一抹流行色彩，让空间更具吸引力。还有什么？你可能需要寻找一款时尚的区域地毯，它可以将房间连接在一起，增添舒适感。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区域地毯还可以定义座位区，为房间增添一些质感。下一步是什么？买一些室内植物怎么样？它们不仅给室内带来了自然的感觉，而且还改善了空气质量。我喜欢这个主意。室内植物可以营造出清新的氛围，增添宁静感。还有其他建议吗？你可以考虑增加一些书架或壁挂式书柜，它们为书籍或装饰物品提供存储和展示空间。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书架可以帮助保持房间井井有条，可以展示个人物品。还有别的吗？照明是必不可少的，寻找一些独特的台灯或落地灯来营造环境照明并营造氛围。我同意，适当的照明可以增强房间的整体氛围，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还有其他想法吗？添加一些装饰镜怎么样？它们不仅起到功能作用，而且还使房间显得更宽敞。这是一个聪明的建议。镜子可以反射光线，营造出更大空间的错觉。我喜欢。还有什么？别忘了窗帘或百叶窗，它们不仅提供隐私，还为窗户增添了一丝优雅气息。绝对可以。窗帘或百叶窗可以完善房间的外观，增加舒适感。还有最后的建议吗？你也可以考虑添加一些强化或带框的照片，它们可以对空间进行个性化设置并展示您的兴趣。第14课，健身之旅。嗨安娜，我注意到你经常去健身房，这是个好兆头。你感觉更有成就感和精力充沛了吗？嗨约翰，是的，我已经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我的日常健身上，而且很棒。之后我确实感觉更有成就感和精力充沛。太棒了！定期运动对身体和心灵都有很多好处。你一直在做什么类型的锻炼？我一直在混淆，我将有氧运动，例如跑步或骑自行车，与使用举重或阻力带进行力量训练相结合。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全面的例行程序。有氧运动有助于心血管健康，
力量训练可以锻炼肌肉并增加新陈代谢。你还喜欢其他练习吗？我还一直在做一些柔韧性练习，比如瑜伽或伸展运动，它有助于改善我的姿势并保持我的灵活性。这是一个聪明的补充。柔韧性练习可以增强您的整体运动范围并防止受伤。你如何保持动力？我为自己设定了具体的目标，并跟踪我的进度。这时我有动力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做的改进。设定目标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它为你提供了一些可以努力的地方，并有助于保持你的注意力。你如何抽出时间进行锻炼？我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健身计划，并将其安排到我的一天中，就像任何其他重要任务一样，这已成为我日程安排中不可谈判的一部分。这是个好方法，将健身作为优先事项，可确保您为此分配时间。你对某人开始健身之旅有什么建议吗？从小处着手，逐渐增加强度。重要的是要倾听自己的身体，避免过早用力推自己。明智的建议。制定健身计划需要时间，以自己舒适的速度进行锻炼至关重要。还有其他提示吗？查找您喜欢的活动，可能是跳舞、游泳或运动。当你享受锻炼时，坚持锻炼会变得更容易。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参与自己喜欢的活动会让锻炼更像是一种有趣的爱好，而不是一件琐事。感谢您分享您的见解。第15课，拥抱自然。嗨，安娜，我一直在考虑获得更多的新鲜空气和阳光，这是个好主意。我会去户外活动。嗨，约翰，在户外度过时光可以令人耳目一新，令人振奋。你在想什么户外活动？我正在考虑定期徒步旅行或自然漫步，这是与大自然联系并享受我们周围美景的好方法。这听起来很棒。徒步旅行和自然漫步不仅可以进行体育锻炼，还可以让我们欣赏自然世界。还有其他你感兴趣的户外活动吗？我也在考虑从事园艺工作，能自己种水果和蔬菜，然后在花园里度过时光，真是太好了。园艺是个好主意，这是一个有益的爱好，它可以让你培育植物，享受繁荣花园的美丽。我们还能在户外做什么？我们可以尝试在公园里野餐，这是放松身心、用餐、享受朋友或家人陪伴的绝佳机会。野餐是消磨户外时光的愉快方式，它们营造出欢乐的氛围，为品尝美味的食物提供了机会。探索新地方怎么样？绝对可以。探索新地方和进行公路旅行可能会令人兴奋，它使我们能够发现隐藏的宝石并创造难忘的体验。我完全同意。公路旅行和自然漫步不仅可以进行体育锻炼，还可以让我们欣赏自然世界。还有其他你感兴趣的户外活动吗？它使我们能够发现隐藏的宝石并创造难忘的体验。我完全同意。公路旅行提供了一种冒险感，并有机会见证不同风景的美丽。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拥抱大自然？我们可以尝试户外运动，例如骑自行车或滑皮划艇。它们为享受户外活动提供了一种激动人心且积极的方式。
户外运动是个好主意，它们不仅使我们保持身体活跃，还使我们能够欣赏大自然的奇观。还有最后的想法吗？记住生活在大自然中的好处很重要，它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减轻压力，促进整体健康。绝对可以。大自然有办法使我们恢复活力，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让我们有意识的努力在户外度过更多的时间。同意，让我们优先考虑与大自然建立联系，并获得它提供的无数回报。感谢您的讨论。第16课：探索艺术。嗨，安娜，我听说你有兴趣探索艺术，这听起来很有趣。你要找什么特别的款式吗？嗨，约翰，我对抽象艺术很好奇，我觉得言论和解释自由很有趣。你呢？抽象艺术令人着迷，我更倾向于印象派。我很欣赏使用光线和色彩来捕捉瞬间。印象派很漂亮，它描绘转瞬即逝的印象和光线的运用，营造出一种活力感。有最喜欢的艺术家吗？我是克劳德·莫奈的粉丝，他的风景和睡莲系列令人着迷，他描绘自然的方式令人着迷。莫奈的作品确实令人着迷，他捕捉自然本质及其不断变化的品质的方式确实非常了不起。还有其他吸引你注意的艺术风格吗？我也被超现实主义所吸引。超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中梦幻般的想象力元素引起了我的兴趣，就像进入另一个世界一样。超现实主义发人深省，无关物体的并置和对潜意识思维的探索使其变得有趣。你在超现实主义中有没有特别欣赏的艺术家？萨尔瓦多斯·达利是一位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他在记忆的永恒中融化的钟表具有标志性意义，唤起了一种神秘感。达利的作品确实神秘而发人深省，象征意义和非常规意象营造出迷人的体验。你还想探索其他艺术风格吗？我也对波普艺术感到好奇，鲜艳的色彩、大胆的图像和流行文化的反射，使其充满活力和引人入胜。波普艺术确实是动态的，它以大胆而充满活力的方式庆祝日常物品和图标，在视觉上令人兴奋。你觉得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流行歌手吗？安迪·沃霍尔是波普艺术的杰出人物，他的标志性坎贝尔汤罐和玛丽莲·梦露版画广受认可。沃霍尔的作品对波普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图像的重复和对消费文化的探索发人深省。感谢您的讨论。不客气，很高兴与您一起探索不同的艺术风格，让我们继续欣赏和拥抱艺术世界。第17课：探索户外市场。嗨，安娜，你下午去过户外市场吗？你呢？嗨，约翰。是的，下午我去过几个户外市场，
我觉得它们活泼而充满活力。我今天早上去了，当时很忙。这听起来令人兴奋。我喜欢繁华的气氛和户外市场上出售的各种商品。你在市场上看到了什么？这里有新鲜水果和蔬菜，手工艺品，甚至还有现场音乐表演。这是一场感官盛宴。你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了吗？我偶然发现了一个出售独特的手工珠宝的摊位，精湛的工艺和对细节的关注令人印象深刻。你买了什么吗？我忍不住要买一个漂亮的手绘陶瓷花瓶，它将为我的家居装饰增光添彩。你尝试过当地的食物吗？是的，我尝试了一道名为 Tacos al Pastor 的美味街头小吃。安娜，腌制的猪肉、菠萝和香料的组合令人垂涎三尺。那你呢？我沉迷于一片天堂般的新鲜出炉的苹果派，温暖的片状外壳和注入肉桂的甜馅令人愉悦。你遇到过街头表演者吗？我遇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街头艺人，在弹吉他和唱民歌，他深情的声音吸引了观众。你喜欢表演吗？我被一群展示传统文化舞蹈的舞者所吸引，他们鲜艳的服装和有节奏的动作让人眼前一亮。你注意到任何独特的供应商了吗？有一家供应商出售手工制作的肥皂和天然护肤品，气味很棒，而且产品很环保。您的访问还有其他亮点吗？我发现了一个出售古书和古董珍品的舒适角落，就像踏入时间胶囊一样。我本可以花几个小时浏览。感谢您的讨论。不客气，探索户外市场永远是一种愉快的体验。让我们继续寻找这些充满活力的空间，拥抱当地文化。第18课，创意付款计划。嗨，安娜，我一直在考虑我们的项目，我想讨论付款计划。对我们如何构建它有任何想法吗？嗨，约翰，我认为基于里程碑的类进付款计划将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它确保我们双方都能看到进展并得到相应的补偿。你觉得怎么样？我同意，制定与项目进度相一致的付款计划很重要。你建议我们如何分解里程碑？我们可以从初始存款开始，以确保项目的安全。然后，我们可以为关键交付项或项目阶段建立里程碑。你认为哪些里程碑最有效？我认为将项目分为设计、开发和测试阶段将是合适的里程碑。我们可以为每个阶段的完成设置付款百分比。最后一笔款项怎么样？最后一笔款项可以与项目完成和客户批准挂钩，它确保在项目被视为完成之前满足所有要求。你对付款百分比有什么建议吗？对于初始存款，我们可以将其设置为项目总成本的20%，然后，对于每个里程碑，我们可以在完成时分配30%，剩余的20%可以预留用于最后一笔付款。你觉得怎么样？
这听起来很公平。它为及时完成里程碑提供了激励，并确保最终付款取决于客户的满意度。你以前使用过类似的付款结构吗？是的，我过去曾使用过类近付款计划，它有助于在整个项目中保持稳定的现金流，并确保双方都致力于项目的成功。还有其他建议需要考虑吗？我们可能希望加入一项条款，用于修订或在初始范围之外进行其他工作。重要的是要解决付款计划中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你还有什么想讨论的吗？这是个好观点，我们可以纳入额外工作的规定，并决定这些案例的小时工资或单独的付款结构。感谢您的讨论。第19课，户外探险必备品。安娜你好，我正在计划一次露营旅行，我想知道你对我们应该带的必备装备有什么建议。嗨，约翰，露营听起来是个好主意。除了显而易见的露营装备外，我们还可以查看露营炊具和导航工具。你觉得怎么样？这是个好观点，拥有合适的炊具将使准备饭菜变得更加容易。我们应该考虑哪些类型的烹饪设备？我们应该带一个便携式炉子，一套轻便的锅碗瓢盆和餐具。它将使我们能够在享受户外活动的同时烹饪各种各样的饭菜。我们还应该在露营清单中添加什么吗？导航工具将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带上指南针、该地区的地图和 GPS 设备，如果有。在探索陌生的领域时保持定向很重要。你还会推荐什么其他装备？我们还应该带上可靠的帐篷、睡袋和睡垫，以便舒适的睡一晚。此外，前照灯和灯笼将在晚间提供必要的照明。你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其他装备吗？重要的是要有适合天气和地形的合适的衣服和鞋子。为了我们的安全和舒适，我们还应该带上急救包、驱虫剂和防晒霜。还有什么我们可能需要的吗？别忘了带上便携式滤水器或净水片。露营时获得干净的饮用水至关重要。此外，露营椅或吊床可以提供舒适的放松场所。你还有什么想讨论的吗？研究露营地点并熟悉任何法规或限制总是一个好主意。我们还计划一些户外活动，例如徒步旅行或钓鱼，以充分利用我们的旅行。感谢您的讨论。第20课，为旅行打包。嗨安娜，我正在为我们的旅行做准备。你呢？你是轻装还是带了很多行李？嗨，约翰，我更喜欢轻装上阵。我只是带一个小袋子。你呢？你打算带什么？我有一个背包和一个手提箱。我喜欢有选择，为不同的情况做好准备。你决定要打包什么衣服了吗？是的，我选择了可以混搭的百搭服装。我会带几条裤子、衬衫和外套，以适应不同的天气条件。你呢？你要打包什么特定的衣物吗？我正在打包舒适的衣服和一些正式的服装，这样
我就为休闲郊游和任何可能出现的正式活动做好了准备。洗漱用品和个人物品呢？我已经打包了旅行装的洗漱用品和必需品，例如牙膏、洗发水和防晒霜。我还有一个小型急救箱和任何必要的药物。你呢？你带了哪些个人物品？我的洗漱用品放在一个单独的洗漱包里，我还打包了一个旅行装的洗衣粉和一个适用于任何电子设备的通用适配器。配件和小工具怎么样？我带了一把小旅行伞，一个可重复使用的水瓶和一个手机的移动电源。我喜欢在旅行时随身携带这些配件。你带了任何小工具或其他配件吗？我有一个便携式充电器，一个相机和一个旅行枕头。这些小工具和配件将增强我的旅行体验。你有没有想过旅途中的娱乐活动？是的，我已经打包了一本书并下载了一些旅行的播客。在长途飞行或乘坐火车时，有一些娱乐选择总是件好事。你呢？有娱乐计划吗？我已经在平板电脑上加载了一些电影，并打包了一副纸牌。在任何停机时间里，这些都会让我开心。还有什么我们应该考虑打包的吗？不要忘记重要的旅行证件，例如护照和身份证，让他们易于访问总是一个好主意。我们还要仔细检查我们是否有所有必要的预订和确认。绝对可以。检查和整理我们的旅行证件至关重要，让我们确保我们拥有顺利而愉快的旅行所需的一切。第21课，遇见大自然。你好 Anna， 你在远足小径上有过任何难忘的经历吗？嗨，约翰。是的，有一次我看见一群鹿在小径旁吃草，这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你在徒步旅行中遇到过野生动物吗？绝对可以。在另一条小路上，我遇到了一只优雅的小跑的狐狸，那是一个神奇的时刻。你喜欢在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观察它们吗？当然，近距离目睹野生动物并观察它们的行为令人着迷，它让我想起了大自然的相互联系。你还有其他有趣的遭遇吗？是的，有一次我在探索新小径时，偶然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瀑布，涌水的声音令人着迷。你发现了大自然中隐藏的宝石吗？绝对可以。我曾经发现过一片充满野花的幽静草地，就像踏入童话故事一样。你遇到过任何独特的景观吗？是的，我徒步到了山顶，目睹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全景，这使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你征服了任何具有挑战性的徒步旅行吗？我走过一些陡峭的小路，到达山顶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成就感难以形容。你在徒步旅行中遇到任何障碍吗？是的，我曾经不得不穿越茂密的森林，倒下的树木挡住了道路，这需要谨慎的操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你遇到过类似的挑战吗？暴雨过后，我遇到了泥泞的小径，
但它为徒步旅行增添了冒险元素。它让我体会到大自然的不可预测性。你从徒步经历中吸取了任何教训吗？绝对可以。徒步旅行教会了我做好准备，尊重自然和坚持不懈地克服障碍的重要性。这是一段持续的学习之旅。你从徒步旅行中获得了任何宝贵的见解吗？徒步旅行教会了我简约之美，也教会了我摆脱日常生活忙碌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与自己和自然重新建立联系的机会。你有任何即将到来的徒步计划吗？我愿意。我计划下周末在附近的国家公园徒步旅行。我很高兴能探索新的地形，并创造更多难忘的体验。第22课，计划公路旅行。嗨安娜，你有没有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公路旅行研究过任何风景优美的路线？嗨约翰，是的，我已经研究了几个选项。一条路线带我们沿着海岸线行驶，欣赏壮丽的海景。你发现任何有趣的路线了吗？绝对可以。我发现了一条穿过风景如画的山脉，并提供壮丽景色的路线。它非常适合大自然爱好者。一路上你有没有考虑过住宿选择？当然，我看了坐落在沿途古色古香的城镇中的迷人住宿加早餐旅馆，他们提供舒适而真实的体验。你呢？你对任何特定的住宿类型感兴趣吗？我正在考虑住在大自然环绕的小屋或小屋里，醒来听到森林的声音真是太棒了。你遇到过任何独特的景点或地标吗？是的，我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瀑布和一座历史悠久的灯塔，值得一游。它们为公路旅行增添了一丝冒险和历史气息。你发现任何有趣的停靠点了吗？我偶然发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农贸市场，在那里我们可以品尝当地农产品并与社区互动，这是让自己沉浸在当地文化中的绝佳机会。你有没有想过任何活动或徒步路线？绝对可以。我找到了几条通往壮丽观景点的徒步路线，这将是伸展双腿并享受自然美景的好方法。你考虑过其他活动吗？我考虑租自行车，沿途探索风景秀丽的自行车路线，这是探索周围环境的一种有趣且环保的方式。你有没有遇到任何推荐的餐厅或当地美食？是的，我找到了一家以当天捕获的新鲜海鲜而闻名的备受好评的海鲜餐厅，这将是一次美味的烹饪体验。你有没有研究过任何餐饮选择？我遇到了一家供应自制糕点和当地烘焙咖啡的迷人咖啡馆，这是悠闲的享用早餐的理想场所。你考虑过公路旅行的总时长吗？我正在考虑为期1周的旅行，以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探索和享受每个目的地。它在放松和冒险之间取得了平衡。那你呢？你认为公路旅行应该持续多长时间？我同意为期1周的旅行，它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来品尝旅程，充分利用风景秀丽的路线和景点。我们可以开始敲定行程了吗？